嗨，大家早安！大家早安，我是福米，我是咪咪。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冈山，没错。为什么我们会选在现在来冈山呢？其实是因为2025的濑户内国际艺术季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利用冈山的这个机场进出，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趁濑户内国际艺术季正式开幕前，先帮大家来探个路。没错，因为冈山机场真的太方便了，因为跟台湾有直飞嘛，所以每周有9班的班机，几乎每天都有，真的方便。而且冈山机场到冈山市区呢，也是搭一般巴士就可以到，我觉得真的是算是还蛮近的啦。对、再加上呢，这边其实如果你要去山阴、山阳或是四国地区，搭新干线也都可以到，非常的方便。它可以说是山阴、山阳、四国地区的玄关口。哇，太厉害了！那虽然目前濑户内国际艺术季还没有开始，但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下冈山市这些知名的景点以及购物的好去处哦。Go！ 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首先帮各位介绍一下冈山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方式，那就是搭乘立木津巴士，车程大约30到40分钟，不需转乘就可以直达市区，真的非常方便。车票可以在现场使用购票机购买，或者也可以直接刷 C 卡等交通 IC 卡直接上车。我们现在来到了冈山的后乐园，那这个冈山后乐园呢，也是来到冈山绝对必来的景点，因为它不仅是米其林3星的景点以外，它也是日本的3大名园之一。这个后乐园是当年由池田刚正下令请人建造的，那总共的面积有13公顷，所以一进来就看到非常的壮观，然后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冈山城。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一早来这边先好好散步一下，然后慢慢再往冈山城移动。我身后的这个岩养亭啊，就是当年的藩主他来到这个后乐园的时候居住的地方。这个岩养亭平常是没有开放的，但在特别活动的时候呢，偶尔会开放让一般的民众进去参观。这边其实是因为之前战争的关系有遭到损害，但是呢，他们拿出了江户时代的绘画，然后按照这个绘画加上非常用心的修复技术，然后把它恢复原貌。所以在这个冈山后乐园，几乎可以看到从江户时代留到现在一模一样的景色。咪咪刚刚是有发现什么东西？我发现这个，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维新山的小山上面呢，有人放了一个松果。超可爱的，不知道谁放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刚好来这边是红叶的季节，然后很幸运的，因为今年红叶比较晚开一点点，所以现在12月初左右刚好是见晴，就是红叶最漂亮的时期。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很漂亮，而且听说后乐园里面呢种有非常多不同品种的花卉，所以真的是一年四季来到这边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景色。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冈山城。我们刚刚从后乐园逛完之后，走了一个越剑桥，马上就到这边了。冈山城呢，这边的交通真的非常方便，然后跟后乐园也非常的近，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呢，可以把这2个摆在一起。那咪咪，你知道这个黑色的外观跟大阪城其实是同款吗？真的假的？没错，我没有印象，对不起。有看到金色的，它有用一些金色的瓦片，金箔瓦片。好美哦，那个配色，黑色加金色显得金色特别的耀眼，所以呢也被称为是乌城或者是乌金城。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其实是后来经过修复之后的，因为曾经在1945年就2战的时候呢，已经被摧毁过，然后后来经过修复了，才有现在的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在近期2021年到2022年有一个令和大修建，就是它在内部呢修复的蛮好的，然后有一些历史上的解说啊，以及里面有咖啡厅还有卖店等等，我觉得修复的还蛮不错。但不知道大家对于古迹修复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改太鬼，我不太喜欢。我觉得维护它最原始的样子是最好的，因为经过改造总有一种违和感。咪咪，你觉得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它的改造看得出来，它应该是想要让就是现代人对于历史有更多的兴趣，跟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互动装置，然后可能会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看法哦。
好，我们早上去完了冈山这边的知名景点后乐园跟冈山城，现在回到冈山车站这附近了。那如果你有经过冈山车站这边的话呢，我绝对不能错过这边的购物行程，因为这里购物其实超方便。像是冈山 JR 车站的正对面呢，就是冈山高岛屋，一整栋看起来超好逛的，而且从地下通道也可以直接通到高岛屋。那如果你是搭冈山的路面电车，像我们刚刚搭路面电车下车之后呢，走来高岛屋也大概只要2分钟，所以真的是超级无敌方便。那另外就是来到高岛屋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专否外国观光客使用的高岛屋 Shoppers Card。这张卡你只要出示你的护照就可以换了。那只要用了这个 Shoppers Card 呢，购物满3000元可以享有95折的优惠，而且他们也有提供免税的服务，所以真的是可以在这边大买特买。那我现在就来帮大家进去带逛一圈，看看里面有什么好逛的柜位。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怎么从冈山站的东口过到对面，就是我们刚刚早上搭路面电车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等等要去逛的冈山高岛屋的入口。好，来跟着我走 ，Go。OK， 我们现在就是要走这个地下道。其实下来地下道之后呢，过个马路，走一小段就上去就到了，蛮方便的啦。对，不会复杂。而且冬天这样比较不会冷。对，跟着学姐走，不会走错路。走下来马上就看到高岛屋的。对啊，其实大概走2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然后这边沿路也很多可以逛的，我觉得冈山这边其实真的算是就是这一带非常好逛的一个大都市之一。到了我们的熟悉的高岛屋，没错。它直接从冈山车站就有一个连通的道路，可以走到这个高岛屋的地下 B1、B2， 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冬天也不怕冷，不怕吹风，无缝接轨，马上开逛。对，到底是有多急着要逛？哇，这太贴了吧！这么短，还有一个那个手扶梯可以搭。当然，贵妇是没有在自己走路的。你很懂贵妇哦。叮。来到日本绝对必买的应该就是日系化妆品牌吧，因为在日本买真的划算很多，加上又可以退税，所以我个人也超爱来日本买化妆品。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自己也很爱用的 Cosme Décolleté 黛珂这个品牌，那它是高丝旗下的品牌，而且我觉得它的商品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那他们家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美容精华液的小紫瓶，但是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款裸光丝柔蜜粉，这一罐也是我自己超爱用的，因为光它的瓶身非常漂亮就不用说了，加上我觉得它铺在脸上的质地也真的是非常的细致，粉质超好。这个系列它总共有推出9个不同的颜色，粉质上也不太一样，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呈现的妆感来挑选。那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00这一款呢，它是在蜜粉当中含有一点点微小亮片的，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光泽感的话呢，就推荐这一款。那我自己买的是这个06，它是比较偏雾面的质地，但虽然它是雾面，但是因为它有添加保湿成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它的粉完全不会干燥，就铺在脸上反而有一种很细致、很丝滑的感觉。所以这一款我也是超爱用，拿来定妆，妆感超赞。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 Sunsharter 的多重防御素颜霜，这一款 CC 霜我自己也很推荐，它原本就卖的超好，尤其是在改版之后又更热卖。它的质地上是这种有一点偏向膏状的，可是又不会太厚重，而且又不会水到一下就流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地也非常好。涂给大家看一下，质地非常的清爽，好推开，完全不会有厚重的感觉，所以其实很难想象到它的防晒系数竟然有高达 SPF 50+、PA++++4个加最高等级的防晒系数了，我自己真的超爱的。然后它擦起来呢，我觉得又不会让人觉得很干燥，或是形成一层膜的感觉，所以不管是夏天跟冬天，我觉得都很合适。然后它的颜色呢，又是有一点带有薰衣草紫的这一种粉蓝调的颜色，所以擦在皮肤上其实看起来更透亮，而且很有光泽感，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上班时间觉得来不及化妆的话，光用这一罐，我觉得你的素颜就可以打遍天下。日本现在很流行透明感嘛，然后它这种紫色调就是会强调透明感，就是它蛮贴肤的，所以我觉得也不会到真的很死白的感觉，其实擦起来是蛮自然，有一种 tone up 的感觉。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家Sook，那这一家也是我每次回台湾都会帮大家代购买到爆的，尤其是他们家的这个腮红晶彩光润夹彩这个系列，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因为它的渐层真的非常漂亮，做的很像细羊一样，加上他们的粉质很细致，非常的贴肤，又不会飞粉，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他们这一款的腮红，而且它腮红的命名也很漂亮哦，全部都是取成很和风的那种名字，像是这一款现在卖的最好的受赏色的6号叫做透虫，它的颜色上是偏冷调的这一种白白的打亮色，加上偏冷的粉红色，所以光这一盘你就可以同时打造出腮红跟打亮的底妆。但是我自己个人更喜欢的是他们这个03号的这一款叫做细波，那这一款呢，它的渐层是有一点橘黄色到有一点粉橘色，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今天你想要上橘色腮红还是粉色腮红，只要带这一盘就都可以轻松实现。我自己出差也都超爱带这一盘的。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眼彩盘，也是非常有人气。这个系列它的取名也是非常的有诗意，而且也是很和风的那种名字。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几盘我最喜欢的颜色，像是这个04号啊，它叫做纯福紫；另外这个02号超百搭的颜色叫做洋香色，还有我自己觉得非常适合秋天、冬天来做使用的是这个10号，10号叫做彩叶姬，是不是每一个名字都超有诗意的？那这个彩叶姬呢，可以看到它的配色就是很像秋天那种银杏配上红叶的颜色，而且我觉得最推荐的是，因为它们的粉质真的很细致，加上它的配色又配得恰到好处，所以几乎没有一个颜色是用不到的，可以单擦也可以叠擦，光泽感都超漂亮。另外就是，如果你是眼影新手，很怕搞砸的话，就用这个02号，绝对不会出错，因为全部都是很简单又很有质感的颜色，所以随便搭配都好看。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福米，你怎么在看童鞋？你该不会有私生子吧？这是可以公布的吗？没有啊，没有啊。其实我朋友他最近刚好生小孩，所以我在帮他看小朋友的鞋子。怎么这么好？你不觉得这真的很可爱吗 ？Mickey House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吧？它其实是日本非常顶级的童装品牌。它的特色呢，就是秉着日本的职人精神以及对小孩的贴心照顾。我手上这个呢，这个鞋子就是他们家最热门的一个商品，就是小朋友的 The First Shoes， 就是他们家的鞋子呢非常有名，就是因为它分成很多不同的等级，比如说像上面这个就是学步之前的步前鞋，就是小朋友脚还没有长好的时候的鞋子。接下来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小朋友在学习走路的时候呢，脚一开始是比较没有力气的，需要支撑，然后让你更方便小朋友成长。那他们家除了最基本款之外，下面也有非常多很可爱的他们的经典角色熊熊跟兔兔的学步鞋。你看，还有出这么多不同种颜色，真的是超好看的。我已经有选择障碍了，每个都好想买哦。富米叔叔好好笑，这个真的会选择障碍耶，是不是？那你朋友的小孩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那我觉得你刚挑的那双就蛮好的啊，这双吗？熊熊的，真的很可爱耶，很可爱。你看后面这个，还有缝线，有够 Q 的啦，日本制，是不是品质保证？哦，安心哎，安心安全。好，说到照顾婴儿，绝对不能少了这个柔软然后质地又好的亲肤的毛巾组合吧。接下来要各位介绍呢，就是这个非常适合送给朋友的小熊婴儿连帽斗篷毛巾组。这个组合是不是非常适合送人呢？请给我一点反应，谢谢。是不是非常可爱？真的超可爱，这收到一定会很开心。这收到一定非常开心。它是精致毛巾哎，然后好精致哦，是非常，因为它是精致毛巾做的，所以品质非常有保证。而且啊，你看它这个组合不只是比如说刚出生的婴儿可以当做就是平常的巾巾啊那种，可以当做一般的洗澡后的斗篷来穿，所以真的是非常实用。然后另外这个呢，就是擦澡的时候可以这样手放在里面，这样帮它擦澡，非常的贴心呢，而且真的超可爱的。有3种不同的颜色。叔叔决定要买这个了吗？买，全部包起来。
好，刚刚我们已经逛完一波了，那现在来到他们的8楼免税柜台，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免税方式。那高岛屋的免税方式呢，一样就是你购物满5000日元以上就可以享有免税。那别忘了要带自己的护照，还有刚刚购买的收据跟商品本身。另外就是如果你是使用信用卡的话，也要用持卡人本人签名的信用卡，才可以顺利进行退税哦。那除了免税以外呢，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 Shoppers Card 也可以在8楼的这个免税柜台领取。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高岛屋购物，绝对不要忘记使用他们的免税服务，还有用他们这个超优惠95折的 Shoppers Card。跟大家补充一下哦，这边8楼的免税柜台，他们营业时间只到下午的6点15分，所以6点15分以前可以在8楼这边退税。那如果是6点15分以后呢，就可以到1楼那边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退税。好，我们刚逛到一段落了，现在要来中场休息一下。那在冈山高岛屋这边呢，除了可以逛街以外，还可以吃到当地好吃的美食，像是我们现在午餐来到这一家餐厅，叫做和洋美善 Setoji。这家餐厅的特色就是它融合了西式、日式的美食，所以在这里也可以吃到冈山这边的特产 AB 妹西虾仁饭。富米，你有吃过 AB 妹西吗？我也是第一次吃超期待的，因为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的炒饭真的很不一样，颜色超深，看起来就像是黑色炒饭一样。那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因为它用特制的酱汁加上洋葱啊，还有虾仁下去拌炒，把这个饭粒炒到有点焦糖化的样子，所以这个饭就变成这样子的颜色。那通常 AB 妹西呢，好像会加入一些蛋丝啊之类的配料，但是这一家很特别，是它放上了一整只的炸虾，看起来就超级好吃的，而且他们用的食材也是濑户内海这边当地的食材哦，我觉得应该是蛮新鲜的，非常的期待。那这个 AB 妹西呢，虽然是冈山这边的特色食物，可是呢，它的发源地其实是在东京的涩谷哦。之前创始的老板在东京涩谷开店，然后发明了这个菜色之后呢，又回到他的故乡冈山，然后继续开了一间店，把这个 AB 妹西发扬光大。从此这道料理就变成冈山这边知名的庶民 B 级美食了。那我就来吃看看喽。哇，那个黑色的酱汁真的很均匀耶，而且看起来饭粒粒粒分明的，我很期待。甜甜酸酸的，它口味吃起来有点像那种乌斯特酱，然后后味有一点点微微辣的感觉，我觉得蛮好吃的。原本看这个颜色会以为它很咸，其实不会，它就是有一个香气，但是呢不会到过咸。意外的我觉得蛮清爽的，尤其是那个后味的那个辣，一点点的辣味，蛮提味的。很好吃尤其是它在炒饭里面加入了细切的洋葱，吃起来的时候会脆脆的，但是因为它的洋葱又有炒熟，你不会吃起来觉得有那种洋葱的腥味，可是又还是可以吃得到脆脆的口感。我觉得在口感的丰富度上也多了一个层次，很好吃那个外面虾皮我觉得是用面包粉炸的，特别的酥脆，而且很香，但是不会油腻。这家真的很赞，吃饱再继续继续shopping。好，那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在那冈山城前面看到一个备前烧的工坊。其实我那时候就很想去试试看，但是听说做那个必须花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只好放弃。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冈山高岛屋，居然也可以买得到这个备前烧其实呢，这个备前烧就是冈山这个地区特有的，已经有1000年历史的一个工艺品，主要是有2种不同的颜色跟烧制方法，一个是胡麻色，一个是绯橘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原因是因为它并没有使用一些釉药，红色的呢则是透过火直接烧，然后呈现这个烈火这个红色的感觉。那因为它并没有使用人工的釉药，所以每个备前烧制作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工艺品，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灵魂，真的好想买一个回去哦。你最想要买哪一种？我其实比较喜欢这个，我喜欢绯橘，是红色的，觉得非常漂亮。我还有推荐一个东西，我要推荐给社长，噔噔，备前烧啤酒杯，然后一次还有2个，是不是很方便？可以跟你好朋友一起干杯，干杯。
焙钱烧制作的啤酒杯喝啤酒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般都知道啤酒的灵魂就是那个啤酒泡，对不对？所以你用这个焙钱烧的啤酒杯的时候呢，它上面凹凸不同的那个细孔呢，就会让那个泡泡维持得更久，那就会更好喝，工艺品等级的耶。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间位于冈山高岛屋3楼的 Polo Ralph Lauren。这个品牌源自美国，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 Polo Bear， 以童趣的设计搭配高质感针织，成为时尚界受到各年龄层喜爱的经典单品。再来就是他们的 Polo ID 系列推出了这一款小牛皮单肩包，造型的关系又被称为可送包。这款也是韩国知名女星的爱用包款，透过不同的造型方式，可以一包四用，低调奢华又超级百搭。接下来我想要来介绍一个我身边非常多长辈都非常爱的一个牌子，叫做 Castleback Jack。它是来自法国的一个艺术家创立的牌子。那它不只是有艺术价值，它还兼顾了机能性啊，然后既轻便又保暖这些功能哦。既然讲到了高尔夫球，我们就先来看高尔夫球球袋，是不是很特别？很有个性哎，这个球袋不会跟别人装。一般我们看到可能就是比较单色系、比较硬邦邦一点点，但这个你戴上去，全场就你最亮眼。它上面除了有他们家的这个 logo 图腾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国的一些，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啊等等一些手绘的图案，不会跟人家撞。那它呢，同时也兼顾了轻量化，这样的轻松就可以移动。真的很轻这么轻？超轻的。不是你力气太大吗？我力气是还中等可以啦，但是它真的蛮轻，等一下可以拿拿看。接下来这一件呢，就是他们的轻量羽绒背心，然后呢，在侧边呢也有做这个保暖的一个设计。因为像高尔夫球都是在外面活动嘛，所以运动的时候总不希望穿得太厚重，然后手又好摆动的话，穿无袖也就非常适合。整体来说就是既典雅，然后又有机能性，长辈都会蛮喜欢的。那逛到最后呢，当然不能忘记买一下冈山这边的名产，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冈山高岛屋的 B2 地下2楼。那这边有一个冈山百选，有卖各式各样的冈山土产。然后我已经有一个物色好一定要买的调味料了，我来找找看这边有没有。然后我觉得冈山高岛屋这边很方便的是，因为它的地下1楼、地下2楼都有可以直接连到车站的通道，所以呢买完之后可以直接杀去车站，超级方便啊！这个啦，我要找的在这里。红达姆，这是佐藤红商店他们出的，叫做吹乌参赤柚子胡椒的一种调味料。然后为什么会找到它呢？之前我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刚好有用到这个调味料，超级搭。我觉得就算是水煮的那种蔬菜，加上这个，应该也都会变得超级入味。前味有点柚子香，然后吃下去之后呢，又有点微微辣辣的，非常的下饭，真的很好吃。而且还有卖好多种口味哦。除了这个是他们最知名的红柚子胡椒以外呢，还有卖这个是什么？洋风柚子胡椒，不知道差在哪哎。这边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吃法，就是把柚子胡椒加进味噌汤里面。我从来没有试过，可是因为现在冬天了嘛，就是冷冷的天气都会想要喝热汤。我觉得我买一罐回去之后，也想要试试看这个吃法。还有这个濑户内柠檬口味耶，而且不觉得它的包装超可爱的吗？做成那个达摩的样子，很吉祥的感觉。这应该带回去送人，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因为它价格也没有很贵，一罐大概是700日元左右，而且又是当地才买得到的特色调味料。好，刚刚咪咪介绍完柚子胡椒酱之后，我也要来介绍一个冈山这边在地用柚子做成的和果子，就是这一家佐藤玉云堂。这家非常厉害耶，它是在地已经有180年历史的老店，也是用濑户内这边特产的柚子，然后融入这个和果子当中，听说非常适合配日本茶或者是红茶等等。是什么类型的和果子啊？它就是外面像是麻糬，然后里面包的是柚子皮。那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吃过，但是这一次就想要买回去，然后吃吃看，然后也跟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分享。好，那可能要买5盒。为什么要买5个？因为我要吃2盒啊。这里面就有10颗，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好吧。
OK， 带大家一起逛完了冈山高岛屋，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好逛而且交通位置真的是超方便，尤其是如果你接下来准备要去濑户内海艺术季的话呢，也可以从 JR 的冈山站移动到渔野港那边，那你就可以直接搭乘邮轮前往直岛跟丰岛去参加濑户内艺术季了。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接下来有要去濑户内海艺术季的话，也可以利用冈山机场做进出，然后来到冈山站这附近好好的逛逛哦。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藤井和德、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另外，我们也还在持续你问我答的活动，所以呢，如果对日本旅游或是对我们有任何相关疑问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tag 我们，问我们任何问题都可以。我们之后会再挑几个问题，然后亲自拍影片回答你哦。拜拜，拜拜。